你知道吗？想要战胜糖尿病，并不是只能靠天天严格低糖饮食、拼命运动或吞一堆降血糖的保健品。让我来分享2个病人的故事。李先生6个月前下定决心要对抗糖尿病，他每天早上坚持4分钟高强度运动，饮食上也严格执行低糖。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努力？结果3个月后回诊，他的糖化血色素依然高高挂着，让他沮丧到不行。就在同一个月，另一位王太太被诊断出糖尿病，她什么偏方都没有查，只是按照我的建议，默默调整了3个小习惯。结果3个月后，她的糖化血色素就从7.4降到6.4%，而且几乎没有用什么药物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？为什么有人努力到极致却没有效果，而有人只改变几个细节就能快速进步？答案就在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。多年来，我看过许多糖尿病患者，真正能够靠自己，不依赖药物，甚至不用胰岛素，把糖尿病翻转过来的人，其实都有3个共通的习惯。而这3个习惯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简单，但威力却很惊人。如果你也想在短短3个月内让血糖看到明显的改变，今天的内容一定要笔记下来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，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一直强调极简护肾，护肾并不复杂。我们不需要依赖神奇的产品或繁琐的疗法，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，就能守护肾脏健康。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，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肾脏更健康。习惯1：餐后中等强度快走15分钟。大家都知道运动能降血糖，但你知道怎么做最有效吗？我曾经有一位病人非常爱跑步，每天晚上先空腹跑5公里，觉得自己这样做很健康，但他发现他的餐后血糖仍然偏高，有时候甚至比预期的还要高。这是不是很矛盾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如果你在餐前在做高强度的运动，虽然可以消耗一些血糖，但对接下来那大盘饭菜里面的葡萄糖帮助比较有限。而且餐前运动可能会刺激升糖激素，例如肾上腺素、皮质醇的分泌，让你更饿，结果一不小心就吃得更多。所以如果想要更有效控制血糖，研究指出真正的高效秘诀其实很简单，餐后约30分钟做中等强度快走15分钟。所谓中等强度，大约就是走到有点喘但还能说话的速度。这样的运动方式能够有效帮助改善餐后血糖。我有一位患者，他饭后血糖常常飙到将近300。当时我们没有特别严格的改变饮食，也没有特别加药，只是请他改变一件事情，每餐饭后去快走15分钟。结果呢，餐后血糖立刻下降，而且持续稳定。等到餐后血糖被控制住，空腹血糖跟糖化血色素自然也就慢慢的下降，恢复稳定。所以大家请记住，运动不在于要多激烈多刺激，而是抓住餐后这个黄金时段。我们可以在餐后30分钟快走15分钟。习惯2：拉长夜间空腹期。很多人一被诊断糖尿病，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今天吃了多少卡路里，碳水会不会超标？这样的反应很合理啊。但我们光是注意吃什么，往往仍无法快速改善血糖，因为除了吃什么之外，吃的时间其实也非常关键。尤其是晚餐与夜间空腹的安排，那些真正成功把血糖控制好的人，其实还有一个共通点，他们不是只换食材，也改变用餐时间。原则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晚餐和隔天早餐
至少要间隔12小时。很多夜猫子习惯晚上10点甚至更晚才吃晚餐，其实他们不太需要大改生活习惯，只要把晚餐提早1-2个小时，就能看到很明显的效果。我就遇过一位病人，他每天早上的空腹血糖都偏高，我只是建议他把晚餐从每天的9点半提前到晚上7点半，结果1个月后，他的早晨血糖整个就下降一大截。要知道，早晨血糖就像地基一样，如果地基一开始就垫得太高，一整天餐后血糖都会被往上垫高。为什么我们光是拉长夜间空腹时间就有这么显著的效果呢？其实这就是身体的代谢魔法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间歇性断食。当身体这段时间没有新的葡萄糖进入，它就会被迫切换能源模式，开始燃烧体内的脂肪。医学上称这个过程为糖质新生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体内的备用发电机被启动了。我们空腹越久，身体就会启动脂肪来提供能量，最终帮助调整整个代谢，让你的血糖不容易爆冲。因此，我们建议要延长你夜间空腹的时间。习惯3：定期量测血糖。无论是刚发现自己血糖有点偏高，像是糖化血色素7%，还是已经高到血糖500以上，需要住院急救，所有最终把糖尿病翻转的人，也都有一个共通点：他们愿意定期勇敢面对自己的血糖数字。想象一下，你在减肥，是每个月才量一次体重比较容易成功，还是定期量追踪趋势更容易成功？很明显，一定要是定期量更容易成功，因为你才能随时修正航向。血糖管理也是同样的道理。研究显示，糖尿病患者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7%以下，可以降低并发症发生的风险。而定期监测血糖正是达成此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。但我知道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很不简单。很多病人会跟我说：“哎呀，宽宽医师，我昨天聚餐吃太多，今天血糖一定就会爆表啊，我都不敢看。”或者我这阵子努力运动，可是数字还没有变，越看越挫折。其实这就是典型的数字恐惧症。不想面对数字其实很人性，但偏偏那些敢勇敢直视自己血糖的人才是最后赢家，因为他们相信，只要我们持续关注、坚持下去，血糖终究会慢慢往好的方向改变。这份勇气就是他们迈向健康的最大动力。至于我们应该要多久量一次血糖才够呢？其实这没有一个完全固定的答案啊，要看你的治疗方式和血糖控制的状况。不过大方向是这样，如果你是只有吃口服的降血糖药物，血糖也很稳定，那1周可能就挑个2到3天，餐前餐后配对血糖来观察就好。但如果血糖变高，甚至糖化血色素超过7%，那就建议可能要每天量测、每天记录，才能及时调整。至于需要打胰岛素的人，原则上则是需要更频繁的监测血糖，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药物的剂量。简单来说，当你的血糖越不稳定，量测就要更勤奋。过去我们要监测血糖，多半只能靠手指搓血。虽然很麻烦，但定期量血糖记录数字，能让你清楚看到饮食、运动和血糖之间的关系。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人，也可以考虑使用 CGM 这类连续血糖测量器，但核心精神仍然是定期量测血糖，追踪趋势，才能真正掌握血糖的方向。总结一下今天内容，今天我们一起拆解了糖尿病逆转成功者共同拥有的3大核心习惯。第一，餐后15分钟中等强度的快走，可以专门针对餐后血糖的高峰下手。第二，拉长夜间空腹时间，确保晚餐到早餐之间至少间隔12小时，可以启动身体燃脂与代谢的调整。第三，定期量测血糖。
要勇敢而且精准的追踪自己的血糖变化，不要只是在凭感觉控制血糖了。这3件事情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却是很多病人能够在短短3个月内把糖化血色素从危险边缘拉回安全区的真正关键，而且完全靠自己的努力，不必过度依赖药物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正在为血糖而困扰，请不要只想着我要吃什么药。从今天开始，试着把这3个习惯一个一个的实践融入你的日常生活吧。我相信，只要你愿意尝试，3个月后的你一定会对自己说：“哇，我的身体真的不一样了。”以上是我今天分享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希望今天分享对你们有所帮助。如果你有什么控糖小妙招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